我出生時，滿身鱗片，被父親抱在襁褓裡，天上金龍盤旋，電閃雷鳴。穩婆驚嚇大喊，跑出門，卻看到一條條毒蛇環伺周圍。洪武5年，夜裡電閃雷鳴，一道粗壯的閃電劈在樹上，天空上隱約有一道金色龍影盤旋在天上。此刻，我父親焦急地在門外踱步，裡面傳來撕心裂肺的喊叫。終於，隨着一聲嬰兒啼哭聲結束，門打開了，穩婆抱着一個襁褓出來。我父親當即激動地衝過去。生了嗎？男孩姑娘？男孩。穩婆臉色怪異，我父親一把搶過孩子，大笑：太好了，我家没绝后，我有兒。狂喜僵在脸上，我父親終於發現了異常，面容尖細如蛇，脖子上還有青色細小鱗片覆蓋。我父親顫抖着手，扯開我身上的襁褓，待看清後，差點嚇暈過去。我身上滑溜溜的，身體如無骨般柔軟，露出背上大面積的青色蛇鳞，怎麼看都是個怪物。不，這不是我的兒子，你是什麼怪物？我父親把我舉起，居然想要摔死我。住手！你想讓我们李家絕後嗎？不就是點皮膚病嗎？養養就好了。我們家子嗣艱難，5代單傳，即便我怪異，那也是獨苗。我爺爺60多歲，但是身體硬朗，加上上過戰場，說話做事說一不二。他一決定要養，我父親自然不敢反對。穩婆是嚇壞了，收拾東西準備跑，剛一打開院門，就對上了數萬條綠油油的眼睛。天太黑，李家周圍卻像圍了一圈螢火蟲，綠色點點包圍了整個4合院，直到天邊驚雷劃過，照亮一點。穩婆這才發現，這哪裡是螢火蟲，而是一條條毒蛇環伺周圍。特別是為首的那條黑蛇，只是盤旋起來，竟比人還要高。我爺當即撿起一塊磚頭砸了過去，磚頭砸中那黑蛇，黑蛇墨綠的眼睛狠狠瞪了我爺一眼，扭頭就走。隨後，那數萬條密密麻麻的小蛇也跟着游走了。爹，那是什麼？那是10幾隻野雞野兔，整整齊齊地被放到李家大門口。這不會是那些蛇送來的吧？看那野兔脖子上還有2個牙印，顯然是為我的出生送的賀禮。真是造孽啊！我的兒子究竟是個什麼？剛開始，我們家不敢收那野兔，但我太過挑食，不吃米湯，不喝羊奶。我母親餵奶水時，我差點把她胸口咬掉。數日不食，愁壞了眾人。直到我吞掉了一塊生肉，人們才發現我吃生肉，而且只能吃生肉，煮熟的一口都不吃。沒辦法，我父親只能拿生肉餵養我。好在那些蛇每天都會捕殺一些小型動物送到我家門口，送得多了，我父親也沒了驅逐的意思，看見了也只當不在意。田鼠、野雞、野兔，那些蛇不僅餵飽了我，讓我全家也沾光吃肉，多的還能賣錢。只是也因為這怪異舉動，我沒有一個朋友。妖怪來了！妖怪來了！那些小孩們看見我，卻一哄而散，甚至還大聲嚷嚷着妖怪。他們跑得很快，生怕我抓他們，吃他們的肉。我有些失落的準備走，卻見一個人對我揮手：“他們膽小鬼，我跟你玩。”好。那小孩還送了我一顆糖。我母親說了，要學會跟你分享，我也有好吃的，給你。我從懷裡拿出了一塊肉，掀開油布，分給小孩吃。你這個畜生，對我孩子幹什麼？一個女人瘋了一般衝出來，上去扣開小孩的嘴巴，把那肉給扣出來了。二嬸，我話還沒說完，就被那女人一巴掌扇到了臉上，疼得我哇地大哭出來。你這個畜生，0度沒退的死蛇妖，居然敢騙我兒子吃生肉，是想讓我兒子也變成妖怪，把他拽下來陪你死嗎？二嬸生氣極了，污言穢語的一陣罵，還用右手掐住我的耳朵擰，疼得我放聲大哭。這聲音把我父親引來了。老二媳婦，你打我兒子幹啥？你還有臉問？你看看你兒子騙我兒子吃了什麼東西？生肉啊，生肉！還是那些畜生們不知道哪裡弄來的生肉？你想害死我兒子不成？二嬸怒氣冲冲地扯着我耳朵，找我爹對峙。一瞬間，我爹的腰桿就矮了一截。正常人不能吃生肉，更何況是小孩。這事是我理虧，我爹沒辦法，只能點頭哈腰的道歉。回家後，我們全家狠狠教訓了我一頓，讓我再也不要出門了。本以為這事就這麼過去了，卻沒想到第2天二嬸就死了。二嬸是在後山找到的，死狀十分慘烈，身上到處都是蛇咬過的痕跡，渾身皮膚烏黑腫脹，像是泡了水囊腫的黑色饅頭。而那只扇過我巴掌的右手，則是粉碎成了肉泥，軟趴趴的粘在地上。我全家嚇壞了，我父親更是連夜跑了20公里，去求了隔壁鎮上赫赫有名的劉婆婆。劉婆婆架子很大，不僅要架高，還要準備個轎子，2個人抬才算把她抬來。孩子呢？出來我看看。劉婆婆看上去有70，滿頭白髮，她在抽旱煙，煙霧繚繞的，讓她看上去更不好惹了。我父親把我領了過來，那劉婆婆卻突然渾身一震，整個人從椅子上跳了起來。
旱烟都扔地上了，直接跪在地上，梆梆梆地，先给我这个小孩磕了3个头。晚辈黄镇江出马，弟子刘氏，家里供奉黄仙50年，惊擾仙家法家，还望仙家不要怪罪。我爷爷当即就要把刘婆婆拽起来。您起来，哪有給小孩磕頭的道理？仙家不開口，晚輩不敢放肆。那劉婆婆卻是換了副面孔，唯唯諾諾地跪在地上，十分敬畏地看向了我。直到我爺爺讓我說讓劉婆婆起來後，她才敢哆嗦着起身。我被支了出去，直到離開之後，劉婆婆才敢如釋重負地鬆了口氣，埋怨地瞪向我爺爺。你們家裡供奉了這麼厲害的仙家了，何必再找我這個老婆子班門弄斧呢？什麼仙家？我家裡什麼都沒有，哪裡來的厲害仙家？你可別糊弄我了，你那孫子身上的不就是一位厲害的仙家嗎？我老婆子活了70年，還是第一次見到如此厲害的仙家。若是能運氣再好點，化龍也不是沒有可能，只是可惜了。我爺爺立馬急了，那劉婆子卻突然下跪，朝着我下跪磕頭。這錢我絕不能收。我爺爺立馬大驚，你可不能不管我孫子啊！說的什麼話？我老婆子能為仙家做事，是我8輩子修來的福分，哪敢厚着臉皮收您的錢？此刻劉婆婆失了所有傲慢，倒是滿臉諂媚。畢竟那位最少也得有幾千年的道行了，甚至連額頭都冒出肉芽來，已經化焦了。跟着如此厲害的仙家侍奉，若能得半點好處，豈不是天大的機緣？至於那二嬸兒，倒是不用擔心，畢竟她雖然慘死，但到底是新鬼，道行不夠。雖然這些天遊蕩着嚇唬我們，但真要動手，也只在頭七之後。劉婆婆讓我們去買了些辟邪的東西，桃木、糯米、黑狗血與雄壯的大公雞，甚至還取了我的血，化了紙人代替我，說到時候蒙混過關，把那橫死的鬼給騙過去。時間逐漸接近頭七，夜裡劉婆婆拿着煙斗，一下下地敲打在那紙人身上，嘴裡還念念有詞着別人聽不懂的咒語。而隨着她的敲打，院外又游過來了一大群密密麻麻的毒蛇，直到一聲淒厲的鬼叫，我眼前一黑，暈了過去。後面的事我不知道，只知道醒來時那黑狗突然橫死，我父親、我母親、我爺都是驚魂未定，而我額頭上則是鼓起來2個小小的肉球，簡直像是2個未化形的龍角一樣。我兒子頭上怎麼會長出龍角？沒事，剛剛他體內的仙家出來了一下，二者還未穩定。人類的身體太弱了，承受不住能量的衝擊，所以大部分時間仙家都在沉睡。不過他們是一體雙魂，本就是一體，恢復過來就沒事了。聽見劉婆婆這麼說，家裡人才算放心。那二嬸已經被送走，我這才算平安無事的活到了6歲。只是到了6歲那年，我家被人欺負了去。我們家人少，而隔壁家有7個兒子，兒子多自然的就不夠分，然後就把爪子伸向了我家的地方。殊不知這一下徹底捅了馬蜂窩。滾！你說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我還說這一片都是我的呢。做人講點道理，這一片明明是我家的，你憑什麼搶我家的糧食？我爹怒氣沖沖地指着那塊地，麥子已經成熟，屬於李家的麥田卻被割得只剩一小塊。他們7個壯漢把我爹圍住中間，直接扯着他衣領就是一拳。講道理是吧？腦子的拳頭就是道理。雙拳難敵4手，即便我爺我爹拼死反抗，也被按在地上打得鼻血橫流。我衝了上去，一口咬在了踢我爺的男人腿上，老七一吃痛，一腳把我踹翻。我肚子火辣辣的疼，手卻摸到了一條小蛇。見我被打，我爺爺火氣蹭一下就上來了，扭頭回了家裡，摸出一把砍刀跟他們拼命。這架勢嚇得那7個壯漢一溜煙就跑了。我爺爺還想再追，卻被劉婆婆給攔住了。你別衝動，他們自有別的來收拾。劉婆婆指向了草叢裡，那裡傳來了窸窸窣窣的聲音，有蛇，大量的蛇在匯聚，向這邊游過來。欺負了他們老祖，還想活下去嗎？果然，當天夜裡就出了事。那老七半夜發了瘋，拿着鐮刀砍傷了幾個兄弟，最後竟跑了出去，一頭扎進了河裡，活生生把自己溺死了。而自此，我家也跟那宋家結下了死仇，我的名聲也是越來越臭。但凡得罪過我的，無一例外的慘死，這也就導致更沒有小孩敢跟我玩了。我爺爺才走沒多久，門外就有人喊我出去。走啊，出去偷鳥蛋。那是我同村的小胖，也是我唯一的朋友。不去，我爺爺不讓我出門。我可是發現了一窩野鳥蛋，還有一隻孵化了，你真不去？掙扎了3秒，去。我果斷起身，把爺爺的叮囑拋之腦後。那是一處乾涸的池塘，翻開蘆葦一看，果然有一窩鳥蛋，小鳥已經孵化了幾隻，嘰嘰喳喳的，讓我跟小胖看得欣喜極了。
小胖果斷拿起一個放在手裡玩，我們玩得開心，沒注意到大鳥不知道什麼時候飛回來。突然，小胖發出慘烈的嚎叫，整個人身體瞬間變成了一個血葫蘆。我定睛一看，小胖褲襠前被一只鳥死死啄住，不肯撒嘴。他撒尿的地方被鳥啄了，這可不得了！小胖瘋了一樣衝到路上，這一衝就把路上的小毛驢嚇了一跳。小毛驢一受驚，上面坐着的孫老爺爺就順帶着摔了下來，人仰馬翻的兵荒馬亂。孫老爺子摔得半天沒爬起來，我自然上去攙扶，而那老爺子不分青紅皂白，就是一巴掌扇到了我臉上。你是誰家的鱉孙？想害死我这個老頭子嗎？不是我，是小胖不小心撞到了你。小胖疼得亂竄，他是追不上了，索性把怒火撒在了我身上，又是一腳下去。路過的村民一看見，立馬阻止。你瘋了，敢打他，不要命了？那可是蛇妖，小心今晚就要了你的命。但凡跟我有過節的都死了，村民們自然害怕的緊，平時看見我都繞道走，而這老頭居然敢打我。那村民四下张望了下，果然在不遠處的樹蔭裡看見了一條盤旋的小蛇，我自然也看見了，立馬呵斥。村民瑟縮了一下，搀扶着老頭去了藥方。小胖傷到了要害，也去了藥方。偏偏二人就住在一起，藥方內有些昏暗，讓孙爺爺的臉半邊都在黑暗裡。他想對我生氣，偏偏又不敢，只能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我卻直勾勾地盯着他頭頂，那裡黑霧籠罩，一團漆黑的雲朵飄在了李爺爺頭上，壓得李爺爺臉色也變得漆黑。可是他頭頂為什麼有雲？身後大門被打開，是我家裡人跟劉婆婆來看望李爺爺了。只是待劉婆婆看清那团黑氣時，卻是臉色蒼白，什麼也沒說，拉着我就要離開。我問劉婆婆，那是什麼？那是死氣，有了這個就命不久矣。果然，當天夜裡，那李爺爺就去了，說是岔氣給嗆死了。實際上所有人都在議論我，竊竊私語，把李爺爺的死因算在我頭上。確實也沒錯，他是為我擋災而死。雖然我聽不懂什麼叫擋災，但也能知道是不好的東西。但是李爺爺的鬼魂顯然把怒氣撒在了我身上。屋外砰砰砸門，我爹跟我爺死死地堵住大門，貼着門上的符箓在冒煙，黑狗血已經用盡，連劉婆婆都哆嗦着耗盡了力氣，我也昏昏沉沉的，燒得站不起來。就在大門即將破開時，門外突然傳來一聲暴喝：妖孽休要作怪，速速受死！外面傳來了打鬥的聲音。我爺爺壯着膽子掀開窗簾一看，外面不知何時闖來了一個胖和尚。那和尚拿着棍子照孫爺爺化作的厲鬼當頭就打，不過幾下那厲鬼就煙消雲散。家裡人頓時激動不已，連忙開門對着和尚千恩萬謝。那厲害和尚開口就問：家裡有沒有9歲的小孩？這是衝着我來的。剛剛和尚救了我，手段厲害自是不用說，我爺爺就把我領了出來。和尚看了看我，笑眯眯的讓這孩子拜我為師吧，以後我護他周全，免得再有邪祟侵擾他。請問您是？法號絕素，鄉野3人一個，不足掛齒，先讓我徒弟給我拜師不遲。來人急切，我爺爺卻是皺起了眉。大師拜了您為師，我孫子是不是也成和尚了？對呀，當和尚多好，雖有清修戒律，但總比小命不保的強。我爹一聽就急了，那可不行，我家5代單傳，就這麼一個獨苗苗。都什麼時候了，還考慮這個？就在我爺爺咬牙準備讓我當和尚時，外面響起了傳來了馬叫聲。馬車上下來5、6個壯漢，簇擁着一個隱士高人一樣的老者。你家孩子的病我能治，但要拜我為師。不過我可不是什麼和尚，沒有那麼多破規矩。老人家，您孫子拜我才最合適。那和尚一下就急了：宋一山，你這個老癟三，敢來撬我牆角，我跟你沒完！呵，真是盜匪性子，還沒拜師呢，就當你所有物了。沒有師德師風，還想收徒弟？眼瞅着二人快要打起來，門外居然又來了幾輛馬車。那是一個穿着黑袍的斯文男人，還帶着一個小姑娘。小姑娘與我年齡相仿，長得卻如同天上的仙女一樣美。我算了一卦，我女兒與您孫子命格正正合適，天作之合。只要您孫子願意當我徒弟，我不僅保你孫子長命100歲，還把我女兒許配給你孫子。好家伙，這下子為了收我為徒，連美人計都使出來了。別說，這小姑娘長得還真好看。你真是無恥至極，為了收徒，連女兒都賣。什麼賣不賣的？這是天賜良緣。都說寧拆10座廟，不毀一門親，喜上加喜的好事，你可別胡謅。話是這麼說，但男人眼裡的算計都快流出來了。我家人自然喜上眉梢，能保住命還白撿一個媳婦，怎麼算都不虧。爭論間傳來一聲女子輕笑，一個身穿華麗裙裝，全身都帶着魅惑之力的女子出現了。這個自稱梅姨的女子出現時，連空氣都是香的。小家伙，不如拜我為師。我門下女弟子眾多，不如來我這裡，
我保證把你當親兒子養，想選幾個選幾個。我一下就成了香饽饽，4個人都想成為我的師傅，而我沒有看他們任何一個，而是盯着頭頂的屋檐，有紫金色的气匯聚在那。呵，小子倒是敏锐。有人從房檐而下，那4人頓時虎躯一震，顯然沒察覺上面有人存在。那是一個穿得邋裡邋遢，甚至衣服滿是破洞補丁的道人。他一出現，4人頓時臉色大變，躬下身去，雙手交握的行禮，拜見通神真人秦元一。你们走吧，那點道行就別耽誤孩子了，這徒弟我收下了。那道長揮了揮手，跟趕雞鴨一樣隨意。4人臉色變了又變，但眼前之人可是秦元一，能怎麼辦？4人雖然不服，但到底拳頭不夠大，行了個禮，默不作聲地離開了。人群一走，那道長就到了我眼前，一根手指抵在我額頭，頓時清涼感襲來，我混沌的精神一振，居然恢復了力氣。太好了，我娃沒事了，終於沒事了。我母親抱着我掉眼淚，事情卻沒那麼容易了結，只是緩解而已。想根治還要天材地寶的滋養，以及秘法滋補。這娃娃跟我走吧，10年內都不能回來，你們也不能去看望。濁氣難消，神魂不穩，即便這次治好，以後也源源不斷地吸引災禍。什麼10年？我爹驚呼一聲，若是真的跟他走了，那下次見面就得是我19歲生辰了。保命重要，只要跟着秦真人，肯定沒問題。劉婆婆顯然聽過這道人的高明，當即崇拜極了。誰人不知秦元一，目前最強之人，若是連他都保不住我，那世界上就沒有人能保護我了。你先休息，3天後我來接你。道人揮了揮衣袖，眾人都沒反應過來，眼前就沒了道人的身影。也是他走後，劉婆婆才對我們娓娓道來剛剛那5個人是誰。玄學界有4大門派，東占星派問卦必災尋人，南密金派古木立象定穴，西尋龍派龍脈風水氣運，北渡惡派陰陽交接尋魂。而那4個人剛好就是4大流派的掌門人，無論是占卜過去未來，還是下墓尋得金銀財寶，亦或者尋龍脈下葬為祖孫匯聚財氣，還是驅鬼御魂，他們4人已然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。而我師父就厲害了，劉婆婆說他們所有人加起來都不如我師父厲害。3天轉瞬即逝，道人如約而至，縱然不捨，為了我的命，我爺爺也只能把我交給他。期間更是哭泣不捨，我師父還送了劉婆婆一本書，把她高興得不行。就這樣，我離開了這個小村子，走向了那條充滿未知的道路。師父領我到了一座濃霧籠罩的山裡，到了一處宅院，在實行拜師禮前，還跟我約定了3令5申：不得仗勢欺人，用所學作惡，不得欺師滅祖，不孝不悌。這倒是正常要求，即便他不說，我也不可能犯賤。只是這偌大的宅院，只有我師父跟一個老僕，並無別的師兄師姐。我們門派向來貴精不貴多，一脈單傳，只能收1個徒弟。我是如此，你以後也是如此。我立馬磕頭應是，燒香拜祖師。師父帶我在牌位前露面，喝了拜師茶，我就徹底拜入師父門下。除了日常跟着師父打坐修行，學習奇門遁甲外，我還必須要熟讀4書5經，免得到時候秘籍都看不懂。如此一晃8年過去，這天師父突然告訴我，他要去雲遊天下，要1年後才回來。1年？這樣太長了吧？這些年師父對我傾囊相授，山醫命相補，師父從簡入繁地教，我1天沒落下。如此已經能獨當一面，但是畢竟身上厄運纏身，而且還時不時有人求上門，求我師父出手的，都交給我，我能應付得來嗎？師父一巴掌拍在我背上，我秦元一教出來的沒有孬種，你的資歷已經可以出師，獨當一面了。以後有人找來了，你處理了就是。只是有3條，你必須做到。師父您說。第一，你必須在1年內賺到1000兩黃金。啪嗒一聲，我手裡的茶杯就掉了。多少？1000萬兩黃金？師父沒教縱我，錢上面與尋常小孩無異。我目前摸到過最多的錢就是1兩，100兩也就敢做夢想。而現在師父要我賺1000萬，還是1年內，搶劫也得搬許久的。第二，你必須靠我教你的這些本事賺錢，敢走歪路，我打斷你的脊椎。搶劫，夢煙消雲散。至於第3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，你的第1單生意不能在燕歸城，其他什麼地方都行，唯獨這裡不行。師父，你開玩笑的嗎？我把我賣了，也換不了1000萬兩啊！沒見識的小子，1000萬兩而已，以後多的是人求你辦事，給的會更多。那萬一完不成，就打斷你的腿，讓你爬回家去。師父是認真的，並且當天就走了，可把我愁壞了。這1000萬我從哪裡賺啊？沒想到第2天就有人求到了師門，那是一對婦女，不僅坐着用黃金打造的馬車，後面更是配了幾個車隊，
一群人簇擁着他們，一看就很有錢。只是看着那漂亮姑娘，我卻覺得分外眼熟，似乎在哪裡見過，卻記不清了。這是筆大買賣。一進門，我就看見了二人頭上的黑氣，不是死氣，而是煞氣，被厄運纏身，倒霉不斷。那男子十分客氣，先是自我介紹了一下，表示開出500萬黄金的高價，請我師父出手。我師父出去了，1年後才回來，有什麼事我可以看看。500萬，我差點跳起來，但還是學着師父的樣子裝得清冷。明师出高徒，真人培養的徒弟自是人中豪傑。我這邊出了一點情況，希望您來燕歸城看看。我火熱的心被一盆冷水澆透。不好意思，您的忙另請高明吧，我幫不了。雖然有500萬兩誘惑，但是答應了師父的條件，我就不能去犯。聽見我拒絕，老僕立馬送客。別，小道長有話好商量，只要是辦成，700萬、800萬我都拿得出來。跟錢無關，你走吧。二人很是不甘，那女子更是直呼我名字。大师，我們同樣的年紀，救救我吧。我們是不是曾經見過？对，我是柔柔，你還記得我嗎？突然我想起以前好像真的見過這個姑娘，只不過當時在城裡一面之緣。她確實楚楚動人，但是可惜了，我不吃這套。送客，師父說不讓我第一單接燕歸城，那就必然有道理，我只能把800萬兩往外推。人走了，我肚子開始發出抗議。家裡真沒錢了嗎？我詢問老僕，得到的只有3文錢了。師父走時根本沒給我錢，此刻家裡米缸見底，我眼瞅着就吃不上飯了。叔，你還有錢嗎？我不想啃土豆了。師父留下的第2條規則，我不能以其他方式賺錢，包括做零工糊口，所以我只能挖點土豆吃。老僕掏了半天，硬是在牆角找到了一些，湊了10文錢。就這些了，少爺你快賺錢吧，我想吃肉。我也想啊。這些天陸陸續續來了不少人登門拜訪，可惜全是燕歸城的，我又不能接。這些天肚子裡一點油水都沒有，索性一咬牙，拿着那10文錢去狠狠遞下管子。老闆，下一碗麵。10文錢只有這個，還只能買1碗。我拿了個小碗，跟老僕分着吃時，身後突然傳來一陣刺耳的嗤笑聲。喲，2個大男人只點了1碗麵，能吃飽嗎？一看是我當年讀書時在私塾裡的同窗，他還勾肩搭背地拉着一個姑娘，那姑娘是這裡最紅的頭牌，叫趙敏。這就有一點尷尬了。這個趙敏曾說願意一文不取，委身於我，但被我拒絕了。因為這個原因，王有才沒少找我的事，吃不飽啊。要不你請。我反手就懟了過去，王有才反倒高興極了，像是終於把我踩在了腳下，拉着趙敏坐了下來，十分豪爽道：行啊，看你可憐，我賞你一頓飯。看我落魄，他高興極了，我也高興，直接喊老闆過來，指着菜單：這個不要，其他的全部上一份。這下輪到王有才傻眼了。你點這麼多，能吃得完嗎？吃不完我兜着走啊！不會是王大少落魄了，打腫臉充胖子？剛剛說請客又反悔了吧？你偏偏趙敏在這裡，男人最喜歡打腫臉充胖子，只能鐵青着臉付了幾十兩，可把我吃美了。特別是看見他不爽的臉色時。明天燕歸城聚滿樓裡宴請所有同窗，你記得過去。他沒好氣的留下一句話，就拉着趙敏走了。好啊，又是一頓免費的飯。第二天，燕歸城的聚滿樓熱鬧非凡，門口掛着喜慶的燈籠，伙計們忙前忙後。王有才包下了整個酒樓，裡面擺了幾十桌酒席，同窗們三三兩兩的坐着，談笑風生。我找了個角落的位置坐下，桌上陸續上了菜。我拿起筷子剛要動，人群突然一陣騷亂，有人開始小聲議論：那位大小姐來了。誰？我扭頭一看，就看見了人群之中的那個姑娘。他們口中的大小姐，居然還是熟人，那個求到我門口的父女倆，其中的女兒江柔柔。不過她怎麼會在這？她一到，王有才的爹立刻跟舔狗一樣，甩着大舌頭就過去，彎腰獻媚的跟她打招呼。還有其他人也是一窩蜂的向她圍攏過去，想湊到她面前混個臉熟。但看她頭頂的黑氣，似乎比之前更濃郁了。我沒了吃飯的興致，反正在王有才那裡坑了不少的吃的，不如回去吃飯，就站起身準備離開。就見王有才刻意走到我身邊攔住了我，指着身後放置禮物的地方，擺滿了同窗們送他的禮物。喂，你不會什麼都沒準備吧？我掏了掏兜，只摸出了一個折疊好的平安符。這個是我畫的，送你。人群裡不斷傳來嗤笑。騙人騙到這裡了，這種東西都能送出去啊，真厚臉皮，沒出息。老僕生氣了，想要衝出去，結果被我強行壓了下去。就在王有才數落個不停時，居然是江柔柔為我開口解圍。你不要我要，這個平安符我出5萬兩買了。你瘋了，花5萬兩買一張破紙。其他人不知道我的身份，自然也不知道這符籙有多貴重。江柔柔沒有搭理其他人，而是鄭重其事地詢問我：
您能不能把这平安符賣給我？不用錢，我送你了。這麼珍貴的東西怎麼能隨便送人？要不我拿金鐲子跟你換？說着，他就取下手腕上的金鐲子。我可不敢收，他是燕歸人，誰知道收了東西，算不算我的第一單生意？說送你了就送你了，不想要就撕掉。當即江柔柔不取鐲子了，而是給我鞠了一躬，說謝謝大師賜福。你給他下蠱了嗎？一個破紙就這麼重要？江柔柔氣得大聲喝道：說話客氣點，你算什麼東西，敢對少爺這麼說話？你知道你丟掉的是什麼嗎？多少人重金求上門，都求不來一張平安符，你也敢大放厥詞？要不是江柔柔脾氣好，她此刻都想打這個王有才一頓。你真是中邪了，居然吹捧一個泥腿子！他可是我们私塾裡成績最差的，珠算都弄不清楚的傻子，你居然吹捧他？对啊，他甚至連会试都不敢去考。其他同窗也跟着說道，結果卻換來江柔柔的一聲嗤笑。考試？他考不考試很重要嗎？這位少爺可是通神真人秦元一的唯一徒弟，繼承了通神真人秦元一衣缽的傳人，未來玄學界的頂梁柱，站在萬萬人之上的未來道長。這可把我誇得不好意思了，偏偏江柔柔還抬高了音量，是要為我證明。你們能跟少爺是同窗，是你們8輩子修來的福分，居然還不知道好好珍惜，真是一群蠢物。這喧嘩吸引了王有才的爹，過來一問，頓時面色青紫一片。蠢貨，跪下！王宗對着王有才就是一腳。爹，還敢叫？給我好好向少爺道歉！王宗當即就信了，因為那是江柔柔，他這樣的背景不至於說謊騙人，更何況這種謊。通神真人秦元一這個名字響當當，誰人不知？真人一張符籙，曾經讓一個被馬踩過的貴人都平安無事，這等威力，誰人不眼紅？來求福的人絡繹不絕，但別說求了，連面都不見到。而現在，這蠢兒子幹了什麼？不僅看不起，拒絕了那平安符，還一頓羞辱通神真人的弟子。王宗當即拉着王有才給我道歉，還一個勁的陪笑臉，說好話。這人相當厚臉皮。您看，您那裡還有平安符嗎？能不能再給一張？不好意思，我就帶了一張，沒別的了。拒絕的如此明顯了，他怕繼續糾纏會惹我不快，只能姍姍離開。倒是江柔柔粘上了我，跟我一起離開了酒樓。我們坐上了他的馬車，這裡隔音好，只是有點曖昧。江小姐，謝謝你為我解圍。沒有，我只是實話實說罷了。抱歉，雖然你幫我解圍，但我答應了我師父，暫時不能接燕歸城的生意。不過你可以說話發生了什麼，或許我能出主意。我們家祖墳裡好像闖入了不乾淨的東西，墳墓裡每晚都會傳來指甲抓撓的聲音，好像有什麼東西想要爬出來。你是怎麼知道的？我一下子就發現了疑點，平常人怎麼會往祖墳裡跑呢？最先發現異常的是我哥，他突然開始做噩夢，並且夢遊駕着一輛馬車到了祖墳，發了瘋一樣用雙手抓撓泥土，想要把祖墳刨出來，自己躺進去。還是僕人見狀不妙，回來喊我們才知道的。剛開始我們還以為只是我哥夢遊罷了，但是隨後我們全家都夢到了同一個噩夢。夢裡我們站在墳墓外，聽着裡面不斷地傳來抓撓的聲音，裡面像是有什麼東西要爬了出來，但是我們卻一動不能動，直到那東西徹底撓破了棺材，把我們殺死才能醒來。我母親嚇壞了，當即就派人去祖墳那邊看。白天的話還好，刨開了墳墓，裡面沒有任何異常，但一到晚上去聽，裡面卻有恐怖的抓撓聲。而且自那以後，我們家也接連發生意外，我爹差點被誣陷入獄，我差點被花盆砸到頭，我哥差點被馬踩死。這顯然是衝着他們的命來的。我思考片刻，那你們有考慮過遷墳或者找到風水師驅邪嗎？找了，但是他們都失敗了，讓我們另行高明。少爺，您可一定要幫幫我，我們家真的快要撐不下去了，我感覺那怪物快要撓破棺材了。撓破棺材？那個怪物一定會衝出來，把他們生吞活剝了的。江柔柔可不想死，所以把希望全部寄託到了我身上。具體情況我還要去他們墳墓看一看，才能做出判斷。你們祖墳的地方在哪？帶我去看看吧。不遠，就在隔壁順平縣，我爺爺在那裡長大，所以按他的要求就埋在了順平縣。聽他這麼一說，我頓時激動。不是在燕歸城，當初我與師父約定不接燕歸城的單子，但出事的地方是在順平縣。我若接的話，就沒有破壞與師父的約定，還能賺到最少500萬兩。這個任務我接了。江柔柔十分上道，我還沒有開始呢，就直接把定金給了過來。他手裡的錢不多，只有100萬兩，不過對於我來說也是一筆通天巨款。這下子我和老僕再也不用擔心伙食費不夠的問題了。江柔柔爹專門駕着馬車來接我，一路上阿諛奉承的誇讚不斷。我趁機詢問了一下當時的情況，據他所說，
祖墳的選址是當年的一位老風水師所選，當時年代動盪，正值戰亂，那名風水師被抓了當了奴隸，每日勞作吃不飽飯。江家人好心給他飯吃，結了一份善緣。那位風水師就為他們家選那一處風水寶地，說只要把祖先埋葬於此，可保世代福祿健康。果然如他所說，自那以後江家開始發跡，在那個戰亂時期打下了不錯的家業。而現在他們的祖墳出了問題，事出有因，必然與那祖墳脫不了干係。到了江家祖墳的地方，果然有幾十個人在等候，而我一眼就認出了江柔柔的哥哥。畢竟一群僕人裡面就那麼一個氣質突出的年輕人。江父熱切地介紹我，並要求江明給我問好。只是那江明愛答不理的，斜視我一眼，就冷哼着扭過了頭。他們讀書人都是不相信鬼神之說的，即便他已經距離死亡一步之遙，也會給自己找各種借口，以為那不過是夢遊罷了。只是觀他頭頂那盤旋的黑氣，看上去活不了多久了。你印堂發黑，可是招惹了什麼東西？又是一個死騙子！這套詞說膩了沒有？這次打算騙多少錢？這個無理的舉動是在把我的面子往地上踩。我們少爺好心救你，你居然這樣侮辱我們！少爺，我們走，管他們去死呢！我嗯了一聲，跟着老仆打算離開。雖然我缺錢，但是不至於為了500萬兩被人如此羞辱。眼瞅着救命稻草就要走，江父也是氣急了，上去就对着江明的臉就是一巴掌。你這個混賬東西，舌頭不要就剪掉，輪得到你在這裡唧唧歪歪，還敢侮辱這位大人？你知道我為了請這位大人有多不容易嗎？你這是不知好歹的東西！你才瘋了吧？非要被別人騙錢了才舒服？你看他還沒我大呢，還大人，都一把年紀，還被耍得團團轉。你這個逆子，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！江父可不敢留手，畢竟我在旁邊盯着呢。他自己動手打人，能讓我消氣，出手幫助他是最好不過，所以他打得格外猛烈。就在江明被老爹打得慘叫之時，指甲撞到棺材的聲音發出，讓所有人停下了動作。那聲音就像櫃子移動發出的尖銳摩擦聲，十分的尖銳刺耳，讓人聽了就感到難受。即便那聲音被泥土覆蓋，也能清晰地傳入所有人的耳朵裡。所有人的視線盯向了那祖墳的位置。又來了！这个如同魔鬼一樣的聲音折磨着所有的江家人。我細細打量着江家的祖墳，這座墳墓修建得十分氣派，甚至選的位置也十分的精巧。傍山依水，細水長流，水通財。特別是流動的水圍繞在祖墳周圍，如同臥龍般把這處墓地盤活了。這無疑是好的風水寶地，看不出什麼古怪。開棺，或許古怪藏在裡面呢。開棺，今天加300錢。江父一開口，僕人們立馬挖土。然而泥土在滲血，恐怖至極。眼瞅着僕人們嚇退了，不敢動手，江父只能再加錢，500、1000，甚至2000錢，這才算把棺材給打開。打開棺木，裡面是2具老人的屍體，他們合葬。明明死去多年，但那屍體新鮮的，卻仿佛睡着了一般，甚至連面色都沒有，死人的慘白。您看這是怎麼回事？裡裡外外我們也找了，並沒有什麼奇怪的東西在棺材裡。江家老兩口的陪葬品很少，並沒有奇怪的東西。是嗎？刨開他們的肚子看看。我眯着眼睛盯着他們肚子裡不斷冒出的黑氣，那裡正在散發着不祥的氣息。你這騙子是想侮辱我爺爺奶奶的屍體？切開身體本就大逆不道，江明不想讓這個騙子把爺爺奶奶的屍體弄得亂七八糟，但是架不住江父實在信任我，直接命令僕人把江明給拉走。那名僕人拿到了3塊沉甸甸的金子，才敢硬着頭皮解開江爺爺的衣服。剛一解開，就把他嚇得慘叫着逃出老遠。看樣子不需要剖開了，因為本就是開着的。老爺子腹部空蕩蕩，沒了腸子和胃，取而代之的居然是一團糾纏在一起的蛇胎。那是幾十條密密麻麻的小蛇，皆是長着怪異的兩頭，從中間切開，又死死地糾纏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個恐怖惡心的蛇球。啊，這東西怎麼會在我爹身體裡？江父惡心的差點暈厥過去。他們有開棺過，但是從未想過解開老人的衣服，沒想到身體裡居然有這種東西。不止呢，老太太的肚子裡更是裝着一個剛出生就被溺死的胚胎，應該就是這東西，怨氣沖天，很標準的殺局，破壞了這處不錯的風水，不僅把福氣攪沒了，甚至還帶來了煞氣。長此以往，他們必然接連慘死。而現在遇到了我，把這些全部燒掉。好，我這就去辦。江父點頭答應。江柔柔滿臉喜悅的，請問這樣就能解決了嗎？沒這麼簡單，這個陣法已經被扭轉的生機斷絕，肯定還有東西。你再仔細檢查，裡面說不定有白色的東西。江父只能硬着頭皮尋找，果然沒多久，就在江爺爺的枕頭裡找到了一塊白色頭骨。頭骨顏色雪白，甚至還有肉末完全腐爛，看着剛死沒超過1個月。我知道這種詛咒之物都是以秘法折磨死他人，讓死者的怨念來匯聚成邪物。人骨，
是人骨！那些僕人们吓得大叫，江父一家脸色也铁青，既觉得晦气，又觉得恐怖。迁坟吧，这怨气搅得你们祖先地下不宁，不仅不会带来好運，反而會一直厄運連連。那些持續不斷的噩夢，也是在提醒你們，讓你們檢查下面的異常。好，我這就立刻遷墳。江父不停應聲，又厚着臉皮求我給他家新找一塊風水寶地遷墳。找寶地容易，就是遷墳麻煩。畢竟對方做了這種陰邪之物，把寶地變成煞氣沖天的兄弟，這種地方最容易養出邪屍了。您看怎麼解決？我等一定全力配合。挖墳吧，等今晚午夜陰氣匯聚時再過來解決。好，那就定了。請先生先回寒舍歇息一下，今晚就破土遷墳。說是寒舍，實際上是一處大的莊園，亭台樓閣美輪美奐。我住進去小睡，不一會就被爭吵聲驚醒。我五感敏銳，即便隔了2層，也能聽見江父跟江明爭吵的聲音。他們又是吵架，又是砸東西的，鬧得不可開交。少爺，我給您送點水果。你哥脾氣一直這麼壞嗎？讓您見笑了。我哥之前被人拐過，找回來之後，家裡比較寵愛心疼，讓他性格有些霸道偏激。我爹生意忙，沒時間管，等想管的時候，已經管不住了。我揮了揮手，讓江柔柔下去了，心裡卻不由起了嘀咕：這江明太過古怪，一直極力阻攔我挖開墳墓，還有身上的黑氣也不似表面那般簡單。或許這件事跟他也有關係。是夜，江柔柔焦急地拍打我的房門：少爺，不好了，我爹出事了。我跟着他一同下樓，到了江父房間，就見那略顯豐腴的胖老頭對着鏡子描眉畫眼的，又是塗口紅，又是擺弄頭髮，跟個女人一樣，發出尖細的甜膩的笑聲。爹，而我則是一符籙甩出，符籙飛速貼到了江父頭上，呲啦啦冒煙。片刻，江父眼神才算恢復清明。告訴我，你得罪了什麼人？特別是年輕女人。那怨氣是頭蓋骨帶來的，看樣子那頭蓋骨的主人是個女人，還是個年輕女人。少爺，我是老實本分的人，從沒得罪過什麼人啊。我真沒有得罪什麼人，特別是女人，我對天發誓，我不敢騙你啊。突然，門外僕人焦急地大喊：老爺，江少爺偷偷自己挖祖墳了！快，全力攔住他！陰邪之地最養邪祟了，裡面必然有屍變的，真讓他挖了會死人的。我連忙跑出去，讓江家人駕着馬車，匆忙往江家祖墳處而去。不要去！腦子裡冒出了一道聲音，那是一道清冷的女聲，來自靈魂深處。同時，我手背上也冒出了細密的黑色鱗片，心跳如雷，蛇鱗都冒了出來。他在阻攔我，讓我不要去江家祖墳。那裡很危險嗎？連我體內的那個厲害仙家都出言阻攔，但是我不得不去。少爺，你怎麼了？你沒事吧？你別嚇我。我搖頭，我沒事，快點過去，等一會兒就來不及了。您身體還好嗎？要不休息一下？不行，白叔還在裡面呢，他是我家人。白叔從我9歲就一直照顧我，我們相處時間甚至比師傅都長，在我心裡，他已經是我家庭的一份子了，我不可能拋棄他，眼睜睜地看着他去死。所以，別說死人了，就算是鬧僵屍，我也得闖一闖。馬車一路疾馳到了墳地，一來就一片死寂，別說人了，連蟬也不鳴叫了，寂靜得仿佛只剩下他們2個人。老白，你在哪？還活着嗎？吱聲啊！那邊有火光。我們急忙過去，卻看見了江明那小子鬼鬼祟祟地拿着蠟燭與香燭，焚燒着一具屍體。江柔柔差點吐出來，卻被我按住了嘴。我則是拿着天蓬尺，從江明後面悄悄靠近，然後一個爆頭，這個力道足以把邪祟打得離開身體，甚至讓江明暈過去，力度剛剛好，猛逼不傷腦。偏偏那江明疼得縮着脖子，然後扭頭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，與我廝打在了一起。怎麼回事？他身上沒有邪祟，他沒有被附身，脖子劇痛。我不信邪地拿着天蓬尺對着他一頓毆打。那天蓬尺是專門克制邪祟的神器，可傷害一切鬼物，但落在江明身上卻如同普通戒尺一般。恍惚間，我終於發現了江明的頭髮上多了一道細小的宛如頭髮絲的絲線，他是被控制了。砸！我大喊。江柔柔早已悄悄過來，看我落入下風，拿起了一塊石頭搖擺不定，直到我大喊，這才一閉眼，對着親哥頭上就是一下。石頭砸到了那蜘蛛絲一樣的線上，江明渾身一顫，像是死機了般，讓我一個結印給打出去4-5米，在地上翻滾了好幾圈才算停下。怕他又被控制，我再次掐訣，一道火焰竄到他頭上，把那蜘蛛絲連帶着頭髮一起焚燒得根根不剩。江明這才脫力，徹底暈厥過去。少爺，我盡力了，沒死人吧？差一點，再晚一會就說不準了。這裡發生了什麼？
江明之前还好好的，就出去撒个尿，回来就疯了。不仅辱骂我们这些外人不要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，还命令仆人们挖坟，怎么劝都不听。我害怕他们挖出不得了的東西，就动了手。没想到他这麼不要臉，讓那些僕人群毆我，從背後搞偷襲。你看我頭上這包，差點給我打死了。那些人不講武德，一棍子把老僕給敲暈了，到了第二天才醒。而這時，江明也哎呦哎呦地醒了過來，渾身疼，肚子疼，腰疼，臉疼，頭疼。哎，等等，我頭髮呢？江明摸頭髮的動作一頓，摸了個空，只摸到了一個大滷蛋。不信邪，再摸摸，一根頭髮沒剩。誰剃了我的頭髮？我的頭髮！你鬼叫什麼？昨天發生了什麼都忘了。我能發生什麼？不就是撒了尿嗎？我什麼都沒幹，憑什麼剃了我頭髮？江明怒目圓瞪，視線瞄準了我。不得不說，他猜對了，罪魁禍首確實是我。你昨天還想掐死我呢。雖然我已經把他打成豬頭還回去了。算了，這個不重要。告訴我，你得罪了誰？我能得罪誰啊？別想潑我髒水。請你過來是為了解決麻煩的，不是找我麻煩的。哥，你再狗叫我就砸你了。江柔柔果斷拿起石頭。好男不和女鬥，我不跟你胡攪蠻纏，我要回家睡覺了。江小姐你也回去吧，我跟老白再找一處風水寶地，等晚上再簽。江柔柔回去了，我則是跟老僕轉悠了半天，才算找到了一處不錯的風水寶地。結果江家的僕人跑來疾呼：少爺您回來吧，江少爺又中邪了。匆匆回到江家莊園，就見江明死豬一樣躺在床上。江父焦急地懇求我救他兒子，說他一直昏迷不醒，怎麼叫都沒反應。我拿了羅盤，指針飛速晃動，指針很快指向牆根，那裡有被動過的痕跡。挖開，裡面是一個漆黑的木頭盒子，而那裡面同樣是個怨氣沖天的邪物。有什麼衝我來？憑什麼這麼對待我江家？我江家到底做錯了什麼，要被這樣詛咒？江父捶胸頓足，也想不通是誰害他。至於那江明，我則是拿了一串繫着紅繩的銅錢綁在他手腕，在他身上畫出了複雜的紋路，然後割開他無名指尖，逼出血來，血順着那一串銅錢往下滴落。同時，我感覺一股壓力落於我身上，粘稠、濕冷以及劇烈的疼痛，我的心跳開始加速，盤腿坐，努力調動體內能量阻擋。江明中詛咒，那下詛咒的肯定不想被破壞好事，轉而怒火對準了我，來精神攻擊我。這也是隔空鬥法，我道行並不深，不一會，一口血噴了出來。少爺，江柔柔焦急地撲過來，而我則是斜視了一眼身後。老僕立馬心領神會，衝出屋子，往院子裡追趕過去。少爺您怎麼了？我沒事，不用擔心，詛咒已經解了，他明天就能醒。不一會，老僕就回來了，可惜沒抓到人。我疲憊極了，倒頭就睡。我甚至還做了個夢，夢裡一名身穿黑色長裙的少女坐在我床邊，她長相絕美，讓人移不開眼，偏偏有些生氣。漂亮的蛇尾一下下地拍打地面，還不時把我捲起來，跟大風車一樣甩，直到消氣了，才冷哼一聲，消失不見。直到醒來，我還依依不捨。少爺，您好點了嗎？好多了。少爺，附近找到一個姓林的木匠，60、70了，妻兒雙亡，只留下了一個孫女。只是聽說那孫女前幾天被淹死了。走，去瞅瞅。老木匠家裡窮，還是磚木房，還吊牆皮，很是破敗。一進門，一盞煤油燈，一個不斷咳嗽的老頭。你們是誰？我家沒什麼好偷的。晚輩見過林老前輩，特意叨擾老前輩，還望不要怪罪。什麼叨不叨的，俺聽不懂嘞。說人話。害人不成反被害。您的身體被反噬得很厲害，您這又是何苦呢？神叨叨的，你神經病吧！滾出我家！見老人油鹽不進，我只能更直白點。您為什麼要置江家於死地？差點害死江明。哼，你是江明派來的走狗，鼻子還挺靈，這麼快就找過來了。對方話剛說完，一把掀開了那棉被，裡面是一具紙人。紙人飛撲而來，袖子延長2米。我揮刀去砍，卻根本沒有着力點，不僅沒砍斷，還被那袖子纏繞住刀身。嘎嘣一下，那鋼鐵鍛造的刀就斷成了幾截。那紙袖子延長了2米，徑直向我脖子纏來。若是得手，只需要一下，我脖子就能成為爛肉。我雙手掐決，怒喝一聲，火焰憑空而出，如一條靈巧的火蛇向紙人撲去。紙人熊熊燃燒，不過幾秒就撐不住，徹底化為烏有。少爺，小心！老僕一把推開我，險之又險的避開。剛剛我在地方猛地被刺穿，往下一看，不知何時，一名年輕漂亮的紅衣厲鬼躲在暗處搞偷襲。小梅，快跑！
你不是他的对手。纸人被烧，林老头没慌，女鬼出现的时候，林老头慌了，焦急地挡在女鬼身前，居然对着我磕了个头。大人有大量，我输了随便您怎么处置，求您放了我孙女儿一马吧。有什么冲我来，别想傷害我爺爺。二人倒是爺孫情深，我收起了火焰。林老前輩不必如此，我沒有惡意，只是想知道你為何要江家家破人亡。提到這個，林老面目猙獰，江家的人都該下地獄。江明果然撒了謊，他不僅得罪了女子，還害死了她。就像江柔柔說的，江明曾經被拐，江父、江母平日裡都忙於生意。江明出生時正是江家最賺錢的時候，就直接扔給了爺爺奶奶帶。爺爺奶奶溺愛，加上家裡有錢，從小就養得無法無天。仗着那點錢，不僅和幾個女人浪蕩，更是把視線打到了林夢夢身上。林夢夢家裡窮，平日裡就給人洗洗補補，不知怎地被這個公子看上，甜言蜜語的哄騙他，更是被搞大了肚子，找江明負責。江明就造謠是林夢夢亂搞，還找了幾個男人，都說曾經和他一度春宵過。這件事一傳出去，林夢夢承受了各種污言穢語的攻擊，最後想不開，跳湖自殺，唯一的孫女慘死。林老頭心碎欲絕，這已經是他最後的親人了，而他的寶貝被別人這麼作踐，受盡了折磨與指責而死。林老頭沒了求生欲望，只剩下了一個執念，給孫女報仇，讓那個害死了他孫女的江家人陪葬。江明不是好人，難道江家就是好人了？是誰給他撐腰？是誰給他錢？是誰幫他壓下了這件事？林老頭一個也不打算放過。聽完了這件事，我心裡五味雜陳。這件事落到誰身上，誰不生氣？誰能咽下這口氣？我沉默良久，開口：林老前輩，收手吧，此事就此過去，沾染了殺孽，對誰都不好。你的孫女，我會幫她超度，讓她安心投胎。畢竟你也不想看着她魂飛魄散，無法投胎。至於江明身上的詛咒，我也不打算給他完全解除了。人做錯了事，就要承擔相應的後果。這詛咒會伴隨他餘生，痛苦且有損壽元，也算報應了。至於這件事，就此結束。我思考了下，只能盡力給這樣的答案。至於這件事，我會告訴府衙，還你孫女一個清白。聽見我這麼說，林老頭立馬淚流滿面，對我不住的磕頭。我避開他的跪拜，快速走開。至於後面，江柔柔托人告訴我，焦急地詢問他，哥又做噩夢了，讓我想想辦法。我則是不再管這件事了，沒有人從中作梗。遷墳很順利，江家除了江明都恢復了正常，江父也順利結了尾款。我回到家，早早就睡了。只是這次又做了古怪的夢，還好巧不巧的夢見了趙敏，那個想要委身於我，後來又跟王有才在一起的姑娘。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她哭泣着，不斷的哀求我。夢醒之後，我回到私塾，準備詢問下情況，突然聽到同窗們的議論：天啊，我們私塾居然有人死了！什麼？誰死了？這麼突然？還能是誰？趙敏唄，王有才的姘頭。不是吧？上次酒樓聚會我還看見他呢。真的，我跟他家一條街，他家都辦白事了。我立馬問道：鄧杰，你沒開玩笑吧？他真的死了？我怎麼可能拿這種事開玩笑？我親眼所見，他爹母親哭得可傷心了，我還參加了他的葬禮呢。因為是個做皮肉生意的姑娘，家裡不給大辦，就埋在了荒山附近。不過我聽說，同窗壓低了聲音，似乎生怕被聽見一樣。我聽說他死得不安生，家裡經常鬧鬼，聽見他哭訴，連他姐姐都被趙敏纏上了。他家裡現在亂着呢。聽完之後，我決定去趙敏家看看。一進門就看見了正中間的那個牌位。說實話，趙敏是個很好的姑娘，要不是師父不讓我談婚論嫁，或許我們會有一段感情。我不由得想起了那個勇敢的姑娘。隔壁房間傳來女子尖叫，趙敏爹爹無奈解釋：那是趙敏姐姐，自從小敏走後，她接受不了現實，就這樣了。我能不能去趙敏墳前祭拜一下？趙敏爹爹同意了，帶我過去。那只是草草立了個墳包，連墓碑都沒有。我們剛一靠近，就有一道半透明的虛影出現，那是趙敏的臉，還在哭泣。趙敏爹爹頓時泣不成聲。我的女兒，我的女兒，到底發生了什麼？為什麼要想不開呀？我安慰道：說，那只是殘魂而已。果然，沒幾秒，那身影就消失了。只是我向前走了幾步，果然發現了異常。說，過來看看，有人在這裡佈置了滅魂煞，真狠啊！這個陣會讓你們家1個月內全部慘死。什麼？誰幹的？為什麼要這麼對我們家？老僕順着我指的地方挖出了一個壇子。這什麼東西啊？
比臭豆腐還臭。別問，帶回去再說。這滅門煞我先回去處理了，已經沒事了。後面的事我來處理。我吃過趙敏曾經送過我的那些糕點，這份恩情是時候還了。我跟老仆帶着那罈子回去，直到無人處，我才敢解釋。這叫骨肉罈，裡面裝的慘死之人的骨頭與肉，熬得爛爛的。這摻雜在一起的怨氣，跟趙敏的怨氣融合，才形成了滅門煞。老仆默默把罈子從懷裡轉移到手裡，若不是怕摔了，真不想拿。真惡毒，谁幹的？不知道，等一會兒問問受害者吧。回到家，我召喚法陣，直接把趙敏召喚了出來。趙敏深深地望向我，眼含熱淚。謝謝你救了我。一飯之恩，當湧泉相報。你為什麼要自殺，還讓自己落到這種地步？提起這個，趙敏渾身就陰氣四溢。都是王有才，是他害死了我。那不是你未婚夫嗎？不，我不是自愿的，都是他要挟我。趙敏流着血淚緩緩道來，當初他並非自願的，突然有人給他送信逼迫他，說如果不當他的姘頭，就要殺掉我全家。對方約他出來，他不堪折辱，拿着菜刀就過去了，大不了同歸於盡，卻沒想到被王有才所救。王有才英雄救美，不僅毆打了那群人，還說以後他会被自己保護。他以為他是好人，請他吃飯感謝，卻沒想到被灌醉。王有才強行與他發生了關係，直到後來王有才說漏嘴，他才發現那些人和王有才是一夥的，是故意演戲。趙敏沒辦法，只能同意。但是那王有才卻變本加厲，不僅更加羞辱他，甚至還經常動手，一言不合就毆打責罵他，最後更是讓他陪那些老男人。趙敏受不了了，自殺，沒想到變成厲鬼，附身到王有才身上報復對方。但是王有才的爹請了個大師，那大師有點本事，一下子把他趕出來了不說，還把他封印到罐子裡，最後更是乾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变成骨肉罈，又讓趙家死絕了，來以绝後患。又是這種賤男人。放心吧，你們一家沒事了。謝謝你，只要你是真心待我的，我就知道你會來救我。我當然想，我哪怕魂飞魄散也要報仇，跟他同歸於盡。那你很快就要實現了。詛咒被破就會反噬，那骨肉罈裡眾多亡靈會找利用他們的人，然後生吞血肉。老仆敲了敲門，何事？少爺，门外王家人求見。不见。老仆出去趕客，王宗卻死皮賴臉的不肯走。我有要緊的事找你家少爺，讓我進去吧。不見，我真的很急，讓我進去吧。說了不見就是不見，聽不懂人話嗎？今天不見也得見。舔狗不成變惡犬，王宗瞬間翻臉，一個招呼就讓手下10幾號人衝了上去。哼，真是好大的口氣！老僕力大無窮，直接掄起一個壯漢，跟抓小雞仔一樣，抓起手腕就是一個大風車，忽悠悠的轉，拿人當武器用了，打得其他人都無法靠近，幾個回合就撂倒了那10幾人。我來跟你打。黑暗裡走出一中老年男性，長得並不算多高大，但是只一出手，老僕就被打趴下，像是按到了麻穴一樣，竟無法動彈了。我嘆了口氣，走出門來。少爺，你終於出來了，求你救救我兒子吧，好歹同窗一場，你不能袖手旁觀啊！王宗想要道德綁架我，但是我理都沒理，對着那中老年男人就是一拳。人未到，明明相隔3、4米，那男人卻整個人飛了出去，像是被無形巨手拍飛，一下子被哄睡覺了。少爺，你行行好吧，把那樣東西給我。王宗能屈能伸的求饒，我轉念一想，索性讓老僕把那罈子給抱了出來。東西在這，想要就拿走吧。王宗頓時喜笑顏開，對着我不住道謝。站在王宗身後的王有才卻是開口嘲諷：真是咬人的狗不叫，你可真是好手段，狠狠地陰了我一把。我看了眼王有才，這男人已經像鬼一樣醜陋了，氣血快速流失，跟披着人皮的骷髏一樣。王有才，自作孽不可活，你純粹活該。這東西拿回去可以，但要付出代價。少爺，規矩我懂，這是孝敬你的。他身後頓時出現一個手下，拿着金磚遞過來。拿走可以，小心別摔壞了。一經離手，概不負責。摔壞了就只能怪你命不好。不勞煩少爺操心了。勉強识相，罈子拿到手，王有才頓時安心了不少，還敢撂狠話了。你這個見錢眼開的東西，錢我給你了，小心有錢賺沒命花啊！呵，秋後螞蚱。老白，關門。門砰的一聲關上，王有才也徹底裝不住了，立馬喊爹救我。爹，我好疼，快點解決了，我撐不住了。放心，我們回家就處理好。你抱緊點，別摔了。